可本王有令，若不能保彭城王周全，斩！殿下，下官一片赤诚之心，天地可鉴。来人！殿下，彭城王灵柩回朝，殿下伤心也在情理之中。但陆中护为救彭城王，也已身受重伤，就算无功，也是无过呀。就算不加以嘉赏，强行依令行事，难免让三军齿寒呐。如今外敌当前，适当从权。除了那些子虚乌有的事实真相，让殿下早日下葬，入土为安，才是根本大事。请殿下节哀，请殿下三思。彭城王尸骨未寒，死因不明，岂可如此草率？殿下，彭城王已病天多时，若不再从速发丧，恐有大义之忧啊！还请殿下主持大局，昭告天下，举靖同哀呀！请殿下主持大局，昭告天下。若不查明此事，本王绝不发丧。侄儿给姑母请安了。元儿，快坐。他怎么回来了？伤情如何呀？哎呀，这伤倒没什么，只是今日靖灵王恨不得将我扒皮抽筋呢。若不是这伤，我恐怕连姑母都见不到了。轩儿只是一时伤心过度，你放心，待他冷静下来，他绝不会再追究于你。中护身体有重伤，当好好休养。哼，中书令，靖灵王有诏在前，你身为中书令，这诏书可是你亲手拟的？那都是形势所迫，并非出自我本意呀。况且，我相信陆中护有办法避过此劫。刚刚在殿前，我不是也在为陆中护苦苦求情吗？难道这还不能代表我的诚意？陆中护，就不要再做计较了。我冒死在北境筹谋，靖灵王欲拟诏陷我于死局，你却未去劝阻，是想过河拆桥是吧？你可别忘了，彭城王之死，可都有份。中护，既然你我都牵涉其中，我又有什么理由不陷害你？哼，还不是中书令你做的一手好文章啊！让陆某身先士卒，你好坐收渔翁之利。陆中护言重了，此时内讧，恐有不妥。当务之急，应为靖灵王筹谋为先呐。好了好了，如今彭城王已死，只要我们稍作筹谋，轩儿便可取而代之。你们呢，日后便是辅佐轩儿的重臣，休戚相关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们吵成这样，成何体统啊？如今最要紧的是，
是将彭城王的死讯公告于天下。如此关键时刻，你们就不要再生枝节了。太妃说的极是，只是这晋灵王执意不愿发丧，恐怕夜长梦多呀。是啊，渊儿，轩儿坚持要开棺验尸，你可保万无一失。就差一步就大功告成了，即便验出什么，也是于事无补。那就好，你可要抓紧接下来的行动。中书令，你尽快联合重臣，逼迫晋灵王公布彭城王的死讯。你们放心，只要一切按照计划行事，大家都能各得其所。这是你的手绢吗？我们是否在沈府见过？你是沈……我是沈乐清。太妃陷害陆远，联手勾结社稷，可刚才陆远所言，模棱两可。殿下似乎还有生还的可能。不能坐以待毙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也要试一试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站住！殿下，殿下，你听我说，彭城王不会死的。你再派人好好去找找，那个陆远的话不能信啊，殿下。他的话是不可信，你的话就可信吗？林妃不是一直跟彭城王在一起吗？如果彭城王死了，那他人呢？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殿下，我求你了，求求你再去找找吧。本王自会想办法。继续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晋灵王是太妃的亲儿子，未必真的会在乎彭城王的死活。原来健康收到的情报都是假的。这北境啊，断兵断粮。事到如今，我必须设法先保住自己才行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沈乐清，怎么回事啊你？乐清错了，请太妃责罚。这毛手毛脚的，哎呀，罢了。春芳，走。
你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的把衣服拿去洗了？哦。本王以假死之计，让陆远放松警惕，好坐实他谋逆之罪，让其永不得翻身。如今码头危机已解，本王要即刻赶回健康了。殿下英明。这是绥远军的兵符，之前为了牵制陆远，本王把兵权放在自己手中，如今将它交还于将军。镇北将军，这北境就托付给将军了。多谢殿下信任。经此一战，魏军主将万景生已死，魏军已经溃不成军。只要将这些残余力量一一歼灭，此战便可攻城。好。沈直、沈峰这次立了大功，待北境战事完全平息以后，本王要让沈直重回健康，掌管中军。从今以后，大宋的皇城和边关都由你们把守。你们是本王最信得过的肱骨之臣。末将定不辱使命。殿下，北京的战事即将结束，而健康却是隐形的战场，暗流涌动，形势更为复杂。殿下这次回去，一切顺利。本王一定会打好这一仗。我在健康等你们的捷报。殿下保重，殿下保重，保重。殿下，殿下节哀。既然这些军报都是假的，那四哥的死也可能是假的。陆远狼子野心，石庙的谎话编不出来。四哥，我不相信你就这么败了。魏军未去，新城出事，你还有那么多的抱负，你怎么就舍得放弃这一切呢？不可能！开关演示，殿下，这不合礼数吧？眼见为实，本王要开关演示，召集仵作和百官。是。不可以！
哥云林的大不敬啊！雪儿，你怎么忍心啊？母妃，儿子明白，儿子明白了。只是母妃也不要太过伤心。如果四哥知道你这样，他也会难过的。母妃先回去休息吧。不行，一个人静一静，再陪陪四哥。雪儿，你也不要太过悲伤了，千万要注意身子。你四哥走的时候，把这偌大的王府交付给你。如今家事政事，府里内外的事，你更应该帮他担起来，让他安心离开才是。儿子知道。你们先送母妃回去吧。是。季叔，在。立刻派人前往北京，调查码头之战的真实情况。我要知道战局如何。还有，我怕陆远另有图谋，立刻派丹阳兵入建康，以防万一。是。过去。下一个。走。下一个。姐，风儿，怎么是你呀？码头上战胜了吗？当然，我那好姐夫啊担心你，派我和慧云带兵过来帮你。这不，我接到命令，马上就跑过来了。潘谷的勇士呢？我已经把他们安顿在附近。四哥他自己呢？彭城王已经在回健康的路上了，应该不久就到。哎，现在健康什么情况？陆源已经入城，此时定也集结了不少外军旧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入城。他现在严守城门，我们人太多，目标太大，天黑之后再行动。王妃，彭城王的棺椁运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彭城王的棺椁运回来了。王妃，你可千万要保重身子啊，王妃！王妃，绝对不可能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！是陆中湖亲自送回来的。棺椁在何处？在长修阁。王妃，快去长修阁！王妃，王妃，让开！王妃恕罪，中书令有令。中书令，这里是彭城王府，你们若敢拦我，我就杀了你们！王妃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！青儿，倒茶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
真是累死我了。太妃不好了，王妃吵着要去承修阁，都与中军拔刀相向了。唉，你先退下去吧。是。春芳在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哎呦，你留下。让开！你们都给我让开！我今天一定要去承修阁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王妃，你先把剑放下，别伤着自己啊！都给我让开！参见王妃。岳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启禀王妃，末将接到命令，彭城王新丧，恐王府生变，为保护王府亲眷，末将领命率中军换防，还请王妃恕罪，请王妃把剑放下，回殿内歇息。我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去承修阁见彭城王。恕难从命。放肆！你这是保护还是求劫？朱荣呢？为何朱荣不在？纵然殿下故去，我还是这彭城王府的王妃。究竟是谁给你的命令？是我。彭城王战死，王妃哀痛难持，恐于人前失了礼数。这几日，王妃就不要出门了，就在娇华阁休养着吧。母妃，为何连彭城王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？不见是为了你好。康儿是被烧死的，早已经面目全非了。丧礼之事由轩儿亲自主持，你尽可以放心。允之啊，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彭城王已经走了，如果你要再出什么事，你让母妃怎么对你的兄长和你背后的整个谢氏交代？太妃想用谢氏威胁我，你别忘了。我还是这彭城王府的王妃。我就是看在中书令的面子上，我才对你好言相劝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能做什么？看好王妃。是。城外四方都埋伏着路远黑甲兵的旧部，城东和城西我也都勘察过了，这里都埋伏着路远的人。这一块有不少朝廷官员的家宅。路远是想控制住朝臣。彭城王府和健康宫附近也都埋伏了黑甲兵。
一直都有人监视。姐，彭城王把调令健康中军的腰牌都给了你，为何不今夜出击，直接冲进陆府将陆远拿下？陆远犯下死罪，他带兵返回必是殊死一搏。这里是健康，我们不能轻易冒险。这一次，绝对不能让他全身而退。那黎妃的部署是？争取时间，一网打尽。朱荣，现在彭城王府的情况怎么样？我们的人手是不是都已经被调换了？王府内的中军都被越方给控制住了，王妃也被太妃软禁在了教化阁。连王妃都被软禁了？是。陆远要抵死一搏，所以这一次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陆远控制了王府，又兵围健康，布局缜密，我们只有逐一破解并拖延时间，待彭城王带大军返回，再围剿陆远。徐瞻，去看看。是。去。殿下，前方的塌方应该是人为的。哼，看来这个陆远得了我的尸首，还是不放心呢。还有没有别的路？边上有条小道，轻骑应该可以过，但是大军肯定受阻。看这山势，至少得绕半天路，大军最快也需要3日才能抵达健康。不行，3日，健康定然已经天翻地覆。殿下放心，我相信离哥一定会把消息带到的。精灵王会提前做出布局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精灵王丹阳调兵，需要些时日。离哥仅凭中军兵力不足以对抗。若大军不能及时赶回，离哥和六弟就都危险了。徐瞻，末将在，立刻挑出一支精兵，先随我回健康。你带大军随后，一切按原计划行事。领命。走。撤！众将士，随我来。四哥，若真的是你，请恕六弟冒犯。朝露待日晞，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四哥，你看，哪来的剑？从练武场偷的。
还不放回去？当心母妃和崔先生知道。你不说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给我！不给！不给！给我！四哥，你没事吧？康儿，快把剑藏好，小心母妃罚你。康儿，这怎么弄的呀？轩儿，是不是你啊？母妃，不是六弟，是我自己不小心割的。我看看。四哥腿上明明留有一道疤，可怎么会？这不是四哥，这绝对不是四哥。可为什么金丝软甲会在他这儿？陆远，一定是陆远。谁？黎妃，精灵王，这是在做什么？众人面前，这是大不敬啊！今日召集各位前来，是有一事相告。诸位眼前的这具尸体，根本就不是彭城王。啊？不是什么？不是彭城王。彭城王自幼，小腿下3寸处留下过一个伤口。虽然这具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，难以辨认，但腿部的皮肤完好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并没有任何伤口。由此证明，此人定不是彭城王。如果这尸首不是彭城王，那陆远……若这尸体不是彭城王，那彭城王现在是死是活呀？很快就会见分晓。来人，抬走。本王已派亲信赶往北境，相信很快便会有消息。但是本王坚信，彭城王一定还没有死。金丝软甲便是最好的证明。金丝软甲乃是天子所赐之物，彭城王十分珍惜。若非迫不得已，绝对不会离身。一定是有人想加害于他，他想用此物调虎离山，而魏军恰又不识此物，所以他想蒙骗的人，乃是我朝中之人。啊？此人便是陆远。刚才本王得到消息，一群黑甲军旧部就集结在健康门外，陆远一定还有图谋。他这是谋逆啊！殿下，若陆远此人真的如此狼子野心，那殿下切不可掉以轻心呐。不知殿下可有应对之策？本王自然是。晋灵王，你好谋算呀！3言2语，就将彭城王之死放到我的头上，真是好谋划呀！此人用一具假尸体蒙骗诸位，居心叵测。来人，将陆远拿下！晋灵王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拿下我陆远？怎可这般无礼啊！你们怎么
么？你终于原形毕露了。我告诉你，彭城王早已经知道你的阴谋，你不可能得逞。只可惜呀，远水不救近火，彭城王也没剩几个兵了。即便是有命回来，这健康早已翻覆了。危言耸听！本王根本没见过军报。精灵王，你真是天真啊！我既有心筹谋，又岂会让你收到真军报呢？好，谎报军情，撕掉中军，谋害彭城王，兵围健康。你早就谋划好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以为呢？掌握中军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还是趁着健康宫那位已经病重，扶植一个傀儡上位？精灵王，你我已经都没有退路了。我劝你还是听话的好。把外军虎符交出来！痴心妄想！宁死不屈，骨头够硬。好，那我要看看你的心肠有多硬。带上来！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？母妃，放开！没事吧？轩儿，陆远，你竟敢挟持太妃！挟持？姑母与侄儿向来同心呐，我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有姑母的暗中相助。你从私铸玄刃、大婚刺杀、更换军报、迷惑朝廷，这桩桩件件，若没有姑母筹谋，我人远在北境，又怎能将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滴水不漏？陆远，你血口喷人！轩儿，轩儿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，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他，不能相信他，你知道吗？一面之词，太妃，你就没有说过要除掉彭城王吗？陆远，你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难道太妃都忘了吗？你胡说！母妃，母妃不是这样的人。不是。精灵王，你的母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刘义轩。彭城王位高权重，只可惜他不是姑母的亲生儿子，所以从彭城王掌权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开始谋划，与我合谋。不是。他知道你不想与你四哥争，所以就让我为你去做那些肮脏的事情。可惜呀，你千算万算，还是算错了最后一步。够了！我杀了你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
妃呀，你也看见，这晋灵王如此的恨我，我若扶他上位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你就是一个小人！你口出狂言，你污蔑我！轩儿，你一定要相信母妃，你要相信我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。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日，待天开运气再浪迹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理。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而去。